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沉默后，为何影视圈每一次风向都离不开她？窗外的风比近半月前更燥。娱乐圈似乎永远没有静水流深的时刻，哪怕赵丽颖选择沉默，流量与猜测还在四处沸腾。不记得是哪一天，朋友圈突然铺天盖地都是赵丽颖要不要进9重天的截图，评论区吵得仿佛是高考放榜。她本人无声，但整个行业都为她制造声音，仿佛每一次动向都是一场隐秘的竞拍与站位。赵丽颖本身就是流量的源头，没人会否认这一点。她的名字在剧本公布前就比角色本身更能引发关注。有人说，这不是演员的幸福，却是不可复制的特权。像是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影视宣传公司，那天项目讨论刚开始，投屏上的 PPT 只有2个字“丽颖”，所有人便开始争抢下一步计划。办公室里的空气里混杂着咖啡和打印机的烤纸味，项目经理顺手翻了一页日程，背后的白板满是赵字的速记痕迹。并不是所有演员都能稳坐流量的核心位，你每年都有一些人消失在海浪里，也有新人一夜崭露头角。但这几年，赵丽颖始终被放在最前排，无论是电视剧市场还是代言资源，她的动向比剧本还神秘，就连她的微博都像深海里的静默浮标，几乎没什么公开活动。前些日子的造成者剧组也突然解散，连一条官方动态都没有，整个行业便自发地掀起新番讨论，他是不是准备休息一阵？很多粉丝悄悄担心，也有旁观者窃窃私语，他是在等合适的机会吧。业内传他要进组拍一个大制作，但没有哪个剧方敢正式官宣。随手刷一刷社交平台，能看到零星路透流出，但没有确凿信息。这样的策略几乎像在玩一场心理游戏，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注目。赵丽颖与大制作的化学反应一直很微妙，像是今年已经上线的《在人间酱园弄》，悬案向阳，花都没能拉出爆款曲线，有粉丝开始希望她能拿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角色。她的资源并未流失，那种只拍有价值剧本的选择，无形中让它变得稀缺且珍贵。无独有偶，9重天的剧本尚未彻底曝光，围绕它的讨论却是铺天盖地。9重天这个题材既有悬疑、动作和爱情，又有奇幻成分，背景设在1911到1945年间的闽南琉璃寨，家族守护、乱世生存、村寨密语，每个主线都带着新鲜感。而那些提前爆料的业内人士，又巧妙地给项目加码，据说导演是徐冰，跟赵丽颖合作过的旧拍档。剧组阵容同样不容小觑，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个明星带火一部剧，但此次传出的演员名单，简直能让一部分观众直呼这不是在拼选秀，就是在组梦之队。刘昊然近年是水转型，刚结束电影拍摄，突然说要进9重天，立马成为焦点。他的变化不像是跟风，反倒像赌一把命运。倪妮、陈晓、敖豪、高伟光、周雨彤、陈坤、尹昉、辛芷蕾，每一个名字都曾在行业里卷起不少波澜。如今要用全明星阵容去推动单元剧结构，每个故事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角，主线依然由赵丽颖把控。她的权重甚至让部分业内人感叹，阵容再好，核心永远是她。双引号，单元剧结构本身就极具戏剧张力，不同于传统大女主或正剧，如今的市场渴求新题材、新结构，而赵丽颖选择这种项目，既是资源的自然流向，也在无形中给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。粉丝开始讨论角色权重到底是演员光芒更重要，
还是剧本创新带来的话题延展性更胜一筹？拍摄尚未开机，关于赵丽颖是否主演的话题却一再爆红。网友自发整理每个留言线索，把演员阵容与市面上的生命树主角、上公主等证据对比，只要有新消息，热搜就像灼烧过的麦田，迅速蔓延开来。证据加奇幻的模式现在并不多，现实和传奇，家族与传奇人物在闽南小寨交错，不论行业资源还是观众审美，都希望能突破以往的模式。赵丽颖的转型轨迹始终耐人寻味，尤其是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如同一个年迈的匠人，在翻修旧宅之时，找到自己的新发力点。许半夏让他拿到金鹰奖、飞天奖，同一角色引发2项大奖，这种级别的肯定在业内并不多。而他主动挑战反派，或者与新班底互动，其实是自身定位的一种再创作。笔者观察，赵丽颖往往不走捷径，哪怕是邀她做主角的剧方，也很难在项目初期拿到她的直接答复。她不被流量裹挟，却能每一步都引发话题，或许这就是市场对她最深的期待。如果能有好故事，还会继续。这是赵丽颖近期面对新项目的唯一回应，没有详谈，没有预告，好像是一种防守但又坦率的态度。行业里不少剧组愿意把它设为优先选择，因为它的号召力、资源掌控以及口碑都尤为特殊。就像一位老制片人在行业沙龙里叼着未点燃的烟，说赵丽颖能带着一整组走起来，她的流量不怕用就怕不用。双引号，这种万众筹码压注于一人的现象也引发了另外的讨论：明星的稀缺和剧本、导演、团队的创新，到底哪一个才是抓手？今年的剧集市场，很多时候全明星阵容并没有保证口碑和成绩。酱园弄、悬案向阳、花并未引起预期中的爆点，观众的审美其实在悄然转变。我在武汉某影视沙龙曾听中层制片吐槽，大手笔都砸在选角上了，剧本一点也没有进步。但转念又补一句，可没赵丽颖就不能让大家都盯着看。这是这套体系内的悖论，也是明星效应与内容创新的拔河。九重天目前的市场热度还在预期之内，实际能否成功，终归要看剧本和导演的把控标准。演员阵容虽然星光熠熠，可故事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不止一个同业者说过，赵丽颖选剧本的时候，比挑品牌代言还要谨慎。她的资源并不是无条件流向每一个项目，团队和剧方往往都希望她能带来长久的影响力，而不是割一刀即走。刘昊然、倪妮、陈坤这样的组合同台并不常见。每个人都希望借这个机会顺势转型，可一线演员之间如何平衡戏份，如何在单元剧结构里各自发光，也成为市场舆论的另一焦点。甚至有业内八卦，部分主演在分戏份时主动避让，只求能在赵丽颖主线中插一脚。娱乐圈的番位之争每年都在上演，有人悄然隐退，有人卷土重来，但赵丽颖的路线一直是少而精，每部作品都能在质量线以上维持常热。她出场就是焦点，剧方、品牌方甚至很多行业训练营都把她放在第一位讨论。有人说这种状态延续不久，但实际观察，赵丽颖的市场地位相对稳固，只要她愿意出手，资源主动找上门来。九重天项目的行业讨论几近疯狂，还未开机变成暴风前夜气象。网友最关心质量层面是不是会像酱园弄、悬案那样全明星阵容，但最后反响平平。剧本能否足够创新？但更多人其实是想看赵丽颖能否完成类型上的又一轮突破。在这个阵容及话题的市场里，演员靠群像拉升片段曝光，新人则靠项目节奏入局，但最后比拼的还要是谁能抓住观众情感的共鸣点。
每一部大剧的核金主未必是投资方，而往往是能带动全场的演员气场。办公室午后的灯管微微闪烁，项目组成员正各自核对资源流向。赵丽颖的档期往往被早早标成红色，但最后能否定案，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。记得去年在杭州一个行业峰会上，有新锐编剧提到赵丽颖有点像韩国顶级演员，她不拍多，但每一次都能让市场自己围上来。这个比喻虽然未免夸张，但确实凸显一种跨文化的明星塑造逻辑不是追随，而是引领。全明星项目本身就是一场社会心理实验，观众期待看到群像，但极端情况下又习惯于围绕核心偶像做大话题。这种矛盾在九重天剧组尚未公布全员阵容时已经被放大到极致。每个单元剧的故事似乎都能撑出一个新偶像，现实却是赵丽颖未大翻，资源直观。所有人都在期待她的下一步，哪怕是一次短暂休息，也能引发市场震荡。提起赵丽颖的选剧风格，不得不说她本人并不沉迷于外部评价，更多时候她愿意用作品说话，不兼容于娱乐和炒作的旧模式。笔者认为，这种资源与内容合一的策略，也许就是她保持稳步前进的密码。不拍太多，也不被外力牵制。团队和剧方的关系微妙，既靠她带动，又不敢全部押宝。在这种博弈中，赵丽颖始终处于主动位置。行业讨论她的市场价值，每一次出现都是焦点。剧本流向、演员合作、资源配置，这些环环相扣，最终指向的其实是行业生存模式。这一点在每个大制作筹备阶段都有隐约体现，像是九重天这样还未开机就备受关注，生命树上公主团队也无不绷紧神经，生怕一手资源被丽颖效应带跑。这种明星主导项目的现象，在未来未必会一成不变。观众口味在变，行业生态也在变。谁能率先捕捉到新的剧本模式、新的演员合作逻辑，也许就是下一轮胜者。赵丽颖选剧慎重，团队经验丰富，她本人所掌握的资源阀门是行业内少有的稳定力量。这种模式也有风险，过度依赖核心，往往给创作和创新带来隐性压力。像是那天会议桌上的一份修改后的剧本，原本写了群像共舞，但编辑画上一行批注主番必须要想。文化市场总归还是在话题与故事中不断摇摆，剧集尚未开机，舆论却已沸腾。有时候一部好剧的灵魂，不只是主角，也不只是星光阵容，而是那个能让观众持续追随的时代冲突、情感焦点和文明启示。九重天能否达到这个层次，还要等播出之后的反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赵丽颖下一步会带来什么，市场永远充满期待。愿下一个风起档口，她仍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新故事讲下去。这也是每一个观众、制作人和行业从业者共同隐约期盼的答案。